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一起回万盛花园吧。他跟驼说了，他还是选择要见奶奶，那就见吧。早晚奶奶都会知道的。奶奶那么精明的一个人，她瞒不了多久。瞧，因为她亲自管着装修的事，奶奶就怀疑了，不像老九那样只会嘀咕，想极都想不明白，还真以为是万盛花园极好呢。曾小雅笑道：“你奶奶应该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的。我上次远远看到她一眼，觉得她老人家慈祥得很。我奶奶是很慈祥，但老小孩，你知道吧？人老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。”曾小雅笑：“那也是。”说话间，很快便回到了万盛花园。战月看到了2辆熟悉的车子，看清楚了车牌号码后，知道那是大哥家里的车子，奶奶就在车上吧。他停了车，按下车窗，并按响车喇叭。等到司机也按下了车窗后，他对司机说道：“开车进去，在停车场停好，我会跟保安说一声的。”是，巴少。战月先开车进去，然后跟小区的保安说了，保安便让2辆车进去了。进入小区后，战月连忙下车，快步走到老太太坐的那辆车子前等着。等到司机开了车锁，他赶紧替老太太拉开车门，伸手给老太太搭扶着。奶奶小心点。老太太在她的碗扶下了车，嘴上说道：“奶奶还没有老到需要你们扶的份上，不过孙子体贴孝顺，她还是开心的。不枉她疼他们一场，如今个个都孝顺她。”这辆车有点高。战维扶老太太下了车后说：“奶奶。”奶奶突然跑过来，可把我吓到了。吓到什么？你只要不做坏事，就不用怕奶奶，除非你有什么事瞒着奶奶。这个姑娘是……老太太看到了曾小雅，她的眼神一下子就亮了。曾小雅捕捉到老太太眼神的转变，忽然就明白战月为什么要那样说了。看来老太太是真的误会了。战奶奶。曾小雅走到老太太跟前，礼貌地问好：“你是？”老太太含笑问道，视线早就将曾小雅从上到脚打量了一番。这个陌生的姑娘好像是从老八的车上下来的吧？她刚才没有看清楚，应该是从老八的车上下来的。老八的女朋友吗？这家伙什么时候有了喜欢的人？家里竟然一点都不知情。战奶奶，我姓曾，战先生住院期间，我是他的主治医生。老太太哦了一声，看了2眼自家孙子，那眼神战月明白。他解释的道：“奶奶，我买了房子后，发现曾医生就住我楼下，他的房子是自己买材料，自己请的装修师傅，没有交给装修公司。我想着他对装修有经验，也参观过他的房子，就让曾医生帮我介绍了装修师傅。买材料也请曾医生带我去，他有经验吗？刚才就是和曾医生去看了材料，本想送曾医生回家再回来的。哦，万盛街有栋楼是他家的，1楼是诊所，他二叔二婶开的。曾医生在万盛花园的房子，虽说装修好了，但还没有真正入住的。老太太笑得一脸慈祥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眼生，原来是你的新邻居啊。曾医生住万盛街吗？”曾小雅微笑地答道：“是的，我爷爷奶奶买的地皮，建的房子，一大家子都住在那里。后来我爸他们又另外买了房子，不过我们还是喜欢回这里的房子住，人多热闹，又是我们小时候就住的地方，感情深。我在万盛花园买房子，就是为了回老宅方便，能蹭饭吃。他工作忙，没有多少时间自己做饭，天天吃外卖又不健康，所以还是回老宅住着，能天天吃到热菜热饭。离家里近一点好呀，你们医生都很忙，哪有时间做饭，回家里能吃到热菜热饭，比吃外卖好太多。等我们家老八的房子装修好了，他搬进来住，曾医生又住进来了，可以给点伙食费我们老八，让我们老八做饭的时候帮你做一份。我们家的孩子都很会做饭，做饭很好吃的。
老太太没有说让曾小雅蹭饭吃，老八还瞒着他们，不让他们知道曾医生的存在。就是八字还没有一撇，他当然不能拖孙子的后腿。若是让曾小雅出点伙食费，那样曾小雅就不会多想。曾小雅笑道：“那又不用，战先生也是很忙的，哪能天天回家里做饭？战岳虽然不是战氏集团的掌门人，但是战家的八少爷那么有钱，哪里需要天天自己做饭吃，家里都会请有厨师。况且曾小雅还是喜欢回自己家里吃，她家阿姨做的饭菜也好吃。战奶奶，外面晒又热，我们先上楼，去我新家里坐坐。战先生的房子还在装修中，很乱。”老太太笑眯眯的道：“好，我就是听说老八在这里买了房子，在家里无聊，便让人送我过来看看。曾医生的房子装修了多长时间？”一行人往前走，边走边聊着，管家和保镖默默地跟随。战岳几乎都插不上话了，都是奶奶和曾小雅在说着。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再通风一段时间吧。主要是我也不差房子住，所以不着急。装修的时候，我选的都是环保材料，会好很多。老太太说道：“那是材料一定要选好的，环保的多花点钱都没事。装修好后还是要通风透气的。我都是自己去买的材料，不假他人之手，放心一点。装修水很深的。”老太太连连点头，她偏头说：“孙子，你是要跟曾医生学学，取经，不懂的要向曾医生请教。你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，最容易被人坑的了。做生意，他的孙子不会差，但在生活方面，他就不敢保证了。我这不就是向曾医生取经，讨经验吗？连材料都是曾医生带我去买的，装修师傅也是当初帮他装修的。那装修师傅的手艺是真心不错，干活做出来的效果我很满意。”老太太与孙子对视一下，婆孙俩都读懂对方的眼神。10分钟后，老太太走马观花一般参加了孙子新买的房子。用曾小雅的话说，还在装修期间，到处乱糟糟的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暂时也还看不出效果。要等装修完工，又请人搞好了卫生，才能看出效果。一行人去了曾小雅的新家，进门，老太太就开始夸赞她的房子装修风格好。总之，就是一张沙发，老太太都能夸出花来。她老人家的夸赞又让人觉得是真心实意的，并不是为了讨好人。曾小雅先去洗了水壶，烧开水。我平时不过来住，都没有开水，得现烧水。没事，我们也不渴。老太太笑着，趁曾小雅不注意，她悄悄地拍一下战岳，小声问：“是不是有意思？”战岳知道奶奶来了，就是瞒不住的了，他老实的点了点头，又赶紧小声说道：“奶奶，我还没有表白，你可别吓到了她。奶奶能看出来，放心吧，奶奶不会拖你后腿的。你小子怪到要买这里的房子，还要亲自看着装修，原来是酸翁之意不在酒呀。也就是老九太年轻，看不出他家8个打的鬼主意。阿印他们估计都知道，这孩子有福气，看着好舒服，奶奶喜欢。”战岳低笑，也不看看是谁看中的，我对他是一见钟情。老太太轻拍他2下，现在他算是明白老八当初在医院住那么久的真正原因了，都是为了曾医生吧。他也要有一个当医生的孙媳妇了。曾小雅的家世，老太太都不用去打听，老八肯定打听清楚的了。看曾小雅的素质，也能看出她的家庭情况不错。只要家世清白，人品可以，战家就不嫌弃。以战家现在的财富及地位，也不必再联姻巩固地位，就随孩子们喜欢吧。他培养出来的孙子，他还是相信他们的眼光。曾小雅给老太太倒了一杯开水，然后又沏了一壶茶过来，给战伟以及管家保镖们倒的是茶水。老太太年纪大了，就不给老太太喝茶了，怕影响老太太晚上的睡眠。她这一个细节让老太太很满意。
客气地闲聊了一会儿后，老太太自来熟，曾小雅也就渐渐地放松神经，聊的话题也就深入了一点儿。战奶奶，听说你认识老神医师徒，不知道能否为我介绍一下？我们学医的人都是视他们为偶像的。战奶奶，不好意思，我实在是太想认识老神医他们了，才会冒昧的和战奶奶说这件事。老太太笑道：理解的，不只是你们学医的人想认识他们俩，就是普通人，只要听过神医之名的，无不想结交。老神医现在退休安度晚年，只顾着含饴弄孙，一般情况下是不再出诊。玲玲接过了他师傅的担子，他比他师傅要平易近人多了，至少不挑病人，不挑病情，就是太忙，普通人依旧是很难见到他。你想结交玲玲，以后多的是机会，他隔段时间会来我家里玩上几天。他跟我的几个孙媳妇关系极好，等他过来时，我让老八告诉你，你跟着老八回家就行。曾小雅没有多想，很感激地向老太太道谢。她这样冒昧请求，老太太没有说她唐突了，还愿意有机会就给她牵线搭桥。这位外界传闻很厉害的老太太，很是平易近人吗？并没有外界传言般厉害，就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。曾小雅对老太太的印象很好，不仅仅是老太太愿意介绍她和程医生认识，是老太太给她的感觉就是慈祥，像尊菩萨一样跟老太太说话，相处很容易就卸下所有心防，愿意什么都和老太太说。玲玲其实很好相处的，你们以后熟了可以交流一下医术。曾小雅笑道：我能得到程医生指点教导就是福气了，不敢和他交流医术。虽说程医生比他大不了多少，但人家是从小就跟着神医学医的，行医的经验比他们主任都要多，医术精湛的让很多医生都崇拜他。老神医可是传奇人物呀，只要他能认识程医生，若真和战奶奶说的那样，以后熟悉了，说不定他也能见到偶像之一的老神医呢。他两个偶像就是程玲玲师徒俩，这有什么？玲玲开始是有点高冷，熟了之后跟普通人没两样。他医术再精湛也还是个人，是个食人间烟火的人，你们不要过于敬畏，不敢交流。曾小雅笑笑，心里想着战奶奶是战家的老祖宗，跟那些传奇老前辈们都熟识，程医生在战奶奶这里就是个晚辈，自然对战奶奶很好，战奶奶不会觉得程医生高冷。转念一想，又觉得战奶奶这样人品极好的人，她结交的人人品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便选择相信老太太的话，相信程小神医是个平易近人的人。老太太在曾小雅的小家里坐了半个小时。曾医生，我曾孙女在家里睡觉，应该快醒了，我得回去了，怕她醒来找不到我会哭，现在陪在我身边的就她了。她一天不见曾孙女就吃不下睡不着，小家伙也挺黏她这个太奶奶的，暑假出游时小家伙每天都要和她视频呢。战奶奶有空常来坐。好，我现在退休在家，什么事都不管了，有空的很，只要曾医生有空，我就过来坐坐，顺便帮我们家老八盯着装修。曾小雅说道：我每个月还是能轮休几天的，我休息就让战先生回去接战奶奶过来。战奶奶就和我奶奶一样，但我奶奶很少在家，我想见她老人家还得视频。老太太笑道：好，就这么说定了，你只要休息我就过来，咱俩好好说说话。我还可以请曾医生帮我把把脉，检查一下身体，人老了总会有点毛病的。他还想请曾小雅给他当私人医生呢，这话他暂时还没有说出来。我没有孙女儿，总是眼馋别人有女儿，孙女儿的最喜欢你们这些年轻的小姑娘了，比我家这些臭小子好太多。我是看到这些臭小子就心情不好，奶奶用不着这样拉踩他们吧。